沿着北纬30度10分的轨迹，在距离东海400公里的大山腹地，破晓的曙光正惊动着重重峰峦深藏的秘密。这是黄山，中国唯一一座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命名的山。因奇松怪石、云海冬雪温泉得名的黄山五绝，搜尽了天下奇景。神奇的黄山，用一个梦幻世界，把传说中的仙境带到了人间。黄山集世界文化遗产、世界自然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3项桂冠于一身。黄山赢得世人交口成语：5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这里是生灵共舞的一方天堂。一棵站立在峰巅的天下奇松迎客松，以它的千年风姿，展示着中国人好客的形象。这里是重塑中国山水画精神的一座殿堂，一个在黄山诞生并由它命名的黄山画派，用奇山秀水的灵性，占据了水墨山水的新高度。这里是孕育梦想的地方，南北宽约40公里，东西宽约30公里的黄山山脉，怀抱着一代代人的美好家园。一个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，以徽州之名大放异彩。这片幸运的土地上，保留着成片的珍贵的古民居群落。这里是文房四宝的故乡，这里诞生了众多创造杰出工艺的古代工匠，他们是古代的中国之花，在今天的奇异绽放。只有走进黄山，才能欣赏并探究这个谜一般的美丽世界。云海为什么这样奇诡？怪石是如何形成？黄山松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？地球在巨变中，为何把珍贵的遗产留在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上？我们的大黄山之旅，从云海的深处开始。如果不做特别说明，几乎没人相信，眼前如此壮观的海上奇景，竟然发生在黄山之巅。辽阔的波涛沿着气流的方向回旋在金光之中。更令人惊讶的奇迹，发生在云阵突然崩泄之际，流云一泻千里。常见的云海相对从容，微风运送，在天际回旋。东进大海，北临长江，温湿气流大量涌入黄山，与山间林木蒸发的水汽交汇，形成变化万千的云海世界。
因为云海的特殊地位和历史影响力，黄山景区的区划最终竟然按海来划分，5大云区分为东海、南海、西海、北海和天海5海。南海风高壑深，云海浩荡；天海云层厚重沉雄，气势磅礴；北海最接近海景，狂潮弄礁或排山倒海；东海烟雾弥漫，索道缆车时隐时现。黄山规模最大的云海在西海，这里也最为风平浪静。黄山云海并非轻易就能看到，捕捉这种视觉奇观需要足够的经验和耐心。刘安平和同事正在检修一台气象监测设备。依靠遍布黄山的气象监测系统，刘安平可以提前告诉来访者有关云海的重要信息。什么时间？一个是早晚，就是早晚是产生云海概率比较高的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到冬天下雪，关闭岭是看云海是最好的地方的。一个是北海，是吧？还有一个玉屏楼。每个来黄山的游客都希望能够看到壮观的云海。刘安平的愿望就是做出一个黄山云海的精细化预报系统，准确预报每时每刻黄山每个地点可能出现的云海，让游客不再与黄山云海失之交臂。就能实时的未来1小时、2小时这个云海到底怎么变化，是往哪个方向走，或者换句话说，那个西海那个地方能不能看到云海？玉屏楼那能不能看到云海？那概率有多大？2008年4月28号，黄山安装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多普勒雷达。大量先进设备的应用，加速了云海预报系统的研发。但是，收集和分析多年来的云海观测数据，仍然是海量的工作。光明顶的雷达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，才能保证黄山气象数据的完整性。一旦雷达出现故障，就必须冒着高辐射的风险进入雷达内部抢修。长时间的努力，刘安平和同事成功地研发出黄山云海精细化预报系统。现在，黄山气象网站每3小时更新一次云海预报，人们能够轻松地查询到2天以后黄山各处的云海可见概率。4季之中，黄山云海的分布并不平均。春季，山上常处在雾气之中，不易看到云海。夏季，温度升高，云顶高度超过大部分峰顶。而秋季，气温下降，云海稀薄。冬季的黄山是1年当中看云海的最佳季节。黄山云海造就了一个奇妙的世界。世界各地的猎奇者，每年以近300万人次的游客量，从4面8方涌向黄山，争睹黄山云海。对，就那山顶上那块，你看云沿着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山顶上面，在那个顶上面，等那云的稍微飘过去，那挡住太阳光的话，我们
站上面就会可以看。赖比星，一个追逐佛光的人，他连续14年登上黄山。与其他人不同，他所追逐的并不是云海本身，而是黄山云海中更加罕见的奇景——佛光。这开始测量一下，好，拉起来。那长度，你那边读数多少？现在是4.2米啊，减掉20就也就4米长。测一下那个南北东西向之间的。佛光又称宝光，在东方文化中被视为吉祥之光，游客很少能够见到。而赖比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每次上黄山几乎都能看到佛光。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这些经历里边，就是在2000年8月12号的8点02分钟的时候，就拍到了这第一张宝光。上山时都下了很大的雨，到了上面，这个时候一片云烟从西海大峡谷飘上来，就那么2分钟。从那时起，赖比星就决心向所有人传达黄山佛光的神奇。黄山从此多了一名行者。14年间，22次登上黄山，攀峰越岭，星夜等待，记录着普通人难以发现的奥秘。宝光是光线照射到这个云滴里边以后，产生了衍射，然后再反射太阳和云雾和你自己三者成为一条直线，人介入之间，你背对着阳光去看云雾，你自然就会看到宝光了。这是赖比星提供的观看佛光最简单有效的方法。在他看来，黄山多变的云海和俏丽的群峰为佛光的形成提供了极好的条件。即使是跟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德国布罗肯山宝光，还是跟我们中国峨眉山来比，黄山宝光景观之源都堪称世界之最。壮丽的云海和神奇的佛光吸引着每一个身临其境的游客，而在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，一些人在默默地工作，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更深切地感受黄山仙境般的奇幻风景。古老的黄山长久遮蔽在云雾缭绕的仙山传说之中。在唐代道教旧记中，黄山是道家炼丹修行之地。关于轩辕皇帝携荣成子扶丘公2名臣子来此修炼升天的传说，一直深入人心。传说望仙峰是轩辕皇帝得道成仙的地方，皇帝的灵气落到仙人峰，凝结为10人。这一天被记录为道历元年，距今已有4700多年。仙山的名义名扬天下，黄山的影响力甚至惊动了300年前的清朝皇帝。1701年，清朝康熙皇帝赐名黄山为黄海仙都。这块珍贵碑刻至今
仍立于慈光阁北廊。黄山人用轩辕峰、浮丘峰、蓬莱三岛、仙人指路以及各种带“仙”字的名称，命名这片神山中包罗万象的景观。黄山至少有100个地名跟神仙传说有关。为什么黄山会引发如此之多的赞叹与想象？人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找出答案。从2006年开始，蒲庆余主持了为期6年的黄山地貌景观研究。他认为，黄山能够成为历史名山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黄山拥有以花岗岩地貌为代表的独特景观资源。首先呢，是这里一个花岗岩的一种高山、尖峰、深谷这么一种这个地貌，本身非常奇特，这个是形成黄山这个景观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基础。黄山花岗岩岩体出露面积超过70%，构成了黄山岩石风景地貌的主体。前海、南海区的中央高地南沿地区，山体高大雄伟；北海区尖峰塔峰陡壁显著，景观小巧玲珑。谷地宽阔的东海区是黄山著名皮棚36座小峰的所在区域。西海大峡谷的深切峡谷地貌令西海区险峻壮丽。在蒲庆余看来，黄山花岗岩景观地貌的类型丰富多样，是国内外其他景区无法比拟的。有好多地方都1种类型、2种类型几种类型。那黄山的地貌可以有10几种、20多种类型，所以呢，在全国来讲，应该说是最美的。那么从世界各地来看，黄山的这花岗岩地貌不能说是独一无二，也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。在花岗岩的地貌景观中，古老的石柱群在时间的长河中稠密的阵列渐渐稀疏，甚至孤立为单体石柱。在亿万年的风化中，巨大的黄山花岗岩形成形态万方的各类石蛋，定格为山水之间生动怪异的形象。普通人并不明白，重达500多吨的飞来巨石是怎样登顶这高山之巅，呈现如此奇特的景观。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猴子观海，到底是怎样形成的，却鲜为人知。很久以前，这个地方是一块平地，那么这个花岗岩呢，要风化了。风化以后形成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风化层，叫风化壳。由于地壳的抬升，两边进行切割，好像是上面一顶帽子。这顶帽子呢，这由于经常的这个雨水的淋溶，所以它待不住了，就松的东西呢都冲掉了。这个猴子这一部分比较硬的东西呢，它泄露出来了。
黄山是所花岗岩石林构建的巍峨城堡。亿万年时光的雕琢，让黄山拥有了天下第一奇山的美誉。几乎没有人不被黄山独出一表的奇景所震撼，内心的激荡也往往情不自禁在岩石上留下烙印。这些激情豪迈之词，遍布黄山五海的每一处胜景。黄山共存有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及当代1200多年来的摩崖石刻300多处，篆隶、行楷、草书各领风骚。黄山，一座深藏不露的书法博物馆。唐代大诗人李白遍游名山大川，一生留存的诗歌900多首，而歌咏黄山一带秀丽风光的诗篇就有数十首。当他与黄山风景相遇的时候，诗歌便是对风景最好的馈赠回报。黄山4000仞，32连峰，丹崖加石柱，汉旦金芙蓉。根据安徽通志馆黄山金石表的记述，这是李白留下的石刻，也是黄山现存的摩崖石刻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幅。公元754年，受朋友之邀，李白来到黄山，畅饮流诗之余，在崖壁上留下了“明贤泉”3个大字。明朝，公元1541年，徽州制墨名家罗小华邀请好友登黄山寻访李白遗迹。他们找到了李白曾题字的明贤泉，高兴之余豪饮大醉，并在泉旁的巨石上刻下“醉石”2个字，以表达对李白的敬仰之情。鸢飞鱼跃是12世纪思想家朱熹的遗笔。朱熹登高远眺，顿悟万物各得其所。这幅题刻于1357年的石刻，是黄山现存石刻中字数最多的一幅，也是元代学者郑煜的人生自况。而这古朴苍拙的汉隶，是中国清代大书法家郑谷口的手笔，笔墨严谨，但神韵自有。在石头上刻字，成就了黄山石工这个古老的职业。这幅黄山最大的石刻，刻于1939年。抗日将领唐世尊为激励将士，一群黄山石工历时半年，刻下这幅巨作。
每字6米见方，间距5米，石刻深度8.3厘米。现在，这幅巨型石刻维护一次，2名石工至少需要工作1个月的时间。长升高悬，脚踏陡崖，危险和难度可想而知。黄山是花岗岩的世界，无论峰林高耸还是石若弹丸，这些壮美和精致的石头，因为独特的岩体特征，它们拥有一个特指的名称——黄山花岗岩。触摸松林和岩石的呼吸，记录云海与山色的表情。历时2年，追逐4季轮回的璀璨光影，古老山系的全新影像，大自然的视觉奇观。人间仙境，生灵天堂，寻历神奇自然，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。石破天惊，筑梦徽州，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，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。山水画卷，秘境之地。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，寻访更悠远、更深沉的境界。美丽中国，美好安徽，精彩纷呈。6集高清纪录片《大黄山》。黄山的雨天来去无踪，平均每年180天下雨。雨水不仅对花岗岩侵蚀切割，形成大大小小的微型峡谷，还在悬崖上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瀑布和跌水。在多雨季节，气势恢宏的百丈瀑激流直下。位于黄山东坡的九龙瀑，全长600多米。从香炉峰悬崖飞泻而下，辗转9回，形成9瀑9潭。一源两流，人字瀑在黄山的名声最响亮，也是古代文献描述最多的瀑布。水分滋养树木，树木储蓄水分。黄山的水景与奇松生命交融，相互依存。
这个树呢，潘棵树，我们因为在平时的检查当中呢，发现它这个树上有许多的伤疤呀，因为扭裂的，对它进行一些缺颗孔洞的修补。这个里面还也烂掉了。叶耀卿最早提出黄山古松复壮的设想，对黄山54棵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名松古树进行特殊护理。那个已经腐朽的部分，来进行一些这个处理，防腐处理，让它恢复生机。在叶耀卿的主持下，黄山每年都会有10多棵松树通过这种方式重获健康，而其中最经典的治疗案例，则是一棵黄山松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。这是黄山著名的景观之一，因为突出的尖峰顶端生长着黄山松，人们称它为梦笔生花。来，起来，哎，好嘞，慢点啊，哎，好，好，放下来，哎，这就是梦笔生花原来那个树。它是1982年死掉的，当时为了这个弥补游人心中这种缺憾，在那个上面安装了一个大小、形状和这个树差不多的一个塑料树，这个03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这么一个想法，想在上面栽一个树。移植一棵仙树是恢复梦笔生花景观的最好办法，但是要在没有泥土的峰间移植黄山松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因为这个笔锋的笔尖上面，笔尖是很尖的，上面最大的一个面积平面它不足0.4个平米，几乎没有地方生根。我们为此呢，就是进行了有几个月的筛选，最后04年的3月份。先起树，把树挖出来以后包扎好，抬到这里，在3月26号，再通过这个从山头拉了一根钢缆，把这个树吊到这个笔锋顶上。黄山松缓慢的生长速度，远远超过了人们对植物成长的一般想象。一棵细小的黄山松，可能树龄就有好几百岁。海拔越高，黄山松树形越矮，生长的也越缓慢。黄山的独特地貌和气候，造就了黄山松这种中国松的变体。黄山松，世界植物史上的奇迹。
斜披威严，探海松如苍龙探海。黑虎松树形如狂草大虎，枝繁叶茂，虎虎生气。蒲团松的安静与忘我，在清代画家石涛的同名画作中已被诠释得妙趣横生。作为黄山奇松之首，迎客松不仅是黄山的名片，也早已被公认为东方礼仪文化的象征。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陈列着一幅巨型迎客松铁画，长4.7米，宽2.7米。1959年由芜湖铁画大师楚延庆手工打造而成。几十年来，在外事交往中，数以百计的各国领导人在迎客松前留影，这已成为迎接国宾的最高礼仪之一。黄山迎客松是中国的符号，国家的象征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迎客松的面前，这棵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迎客松已经有1000年的树龄了，容颜已老，但松针常青。黄山风景区有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——守松人。胡小春是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和记录迎客松的健康状况，保护它的安全。胡小春当上守松人的第一课，就是了解迎客松的保护历史。1972年冬天，黄山发生森林火灾，这件事在当时引起高度关注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黄山，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迎客松。胡小春明白，守护迎客松不能有丝毫闪失。胡小春住在这间6平方的房子里，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迎客松周围方圆几十米。一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，胡小春是陪伴迎客松时间最久的人。每天，游客离开以后，迎客松周围的喧闹转眼间变得异常安静，只剩下一人一树。从远处看，它就像一个老者屹立在这个青石旁边，苍松有劲。它就像，说实话，现在就像我们家里一个成员一样的，就像我们家的长者一样的。所以有时候打个电话回家，这种家里人肯定问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迎客松脚下啊。黄山漫长的冬季来临了。今天是大年29，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17度，夜里可能还要暴雪。胡小春非常不安，苍老的迎客松能否安然度过这场大雪？这一夜，胡小春将无法休息。经过强化的支架，能够为迎客松提供额外的支撑保护。
尽管如此，胡小春仍然难以放心。狂风暴雪的夜里，胡小春几乎每隔10分钟就要出去查看一次迎客松的状态。漫长的雪夜过去了，迎客松安全地度过了这次危机。和胡小春一样，另一个人也在关注着迎客松不同寻常的生长姿态。楚铁义每年都要到黄山写生，与普通人不同的是，他特意选择雨天来到黄山，观察迎客松在恶劣环境中的生长。黄山松的树冠几乎以平为主，它的树根也很长，它是一般长在悬崖峭壁上，所以说它能顶风傲雪，四季常青。楚铁义细心地记录着迎客松每年不同的微小变化。楚铁义希望把迎客松澎湃的生命活力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。楚铁义是芜湖铁画工艺大师楚延庆的第3代传人。从14岁学艺时开始，他的第一幅学徒作品就是黄山迎客松。做铁画25年，他做的最多的也是迎客松。因为铁画它就是半立体的，很有这种阳刚之美。在我看来，一幅好的铁画迎客松应该具备铁画的厚重，它的气节神韵，包括它的枝干遒劲苍老的感觉，这些地方要把握住了，就能感觉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黄山松。守护黄山松，描写黄山松，黄山奇松与黄山的险峻山石、跌水和瀑布，构成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黄山山水图。大雪黄山，冰封断岭，险峰峻崖间，冰柱如透明的钟乳。黄山的冰雪世界，更像一场梦境。冰柱垂挂，银针簇拥，动感的冰瀑，神奇的雾凇，习习飞雪中的黄海仙都，是天上的广寒宫，又似苍茫大海上一望无边的珊瑚岛。这不是童话中的黄海，这是蔚蓝天空下真实的黄山。黄山并不遵循1年4季的平常规律，山上山下存在一条明显的季节线。
半山寺、云谷寺一线以下四季分明，而在这条分界线以上，只有暖季和冷季2个季节。这就是奇特的黄山季。山上大雪如洗，而山下温泉区的冬天到11月上旬才姗姗到来。汤泉沐浴是黄山人入冬之后的古老民间习俗。从传说中的道教仙山，到可感、可游、可居的真实山水，接近黄山的道路，历经了1200多年。夜色消退，黄山显露。山顶上，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山者，肃然伫立，迎接东方破晓。日出东方，黄山在霞光中迎来精彩的一天。云海滔滔，奇松和怪石相生相伴，生命的奇迹遍布险崖绝壁。大美黄山，地球的珍贵遗产。它不只是大自然的神迹显现，更是黄山人的家园，远方人的梦中故乡。